是超乎想象。换上了新人眼光，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我们并不一样，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都曾误解失望，也曾怀疑感伤，还是遇见真的心，用爱一起分享。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世界上没失败，除非你认输投降。别害怕去梦想，倾听内心的愿望。就算碰到阻挡，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现在就要出发，未来才能抵达。汗水和眼泪在飞扬，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带着勇气前往，拒绝半途返航。执着是我们的信仰，要用好的倔强，朝远方飞翔。曾老师到花莲来办事啊？我是来当志工的，不过才刚来还不熟，还没发挥功用。到花莲来当志工，就在教发处啊？是啊，曾老师离开教职啦？我请了1年试薪假，想说来教发处看看，看有什么帮忙，还有发挥的地方。哎呀，以曾老师的长才，应该到我们此中来发挥一下才是啊。慈中？曾老师对教育的见解，让我非常的佩服。作为一个老师，不只是教书而已，而是要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关怀学生的需要。既然已经到花莲来了，我非常希望邀请曾老师能够到我们慈中来担任教育志工。慈中成立没有几年，老师都还年轻，有的老师，虽然有热心，但是没有方法。大部分的老师都还不太稳定，我们非常需要像曾老师这么有经验的人来带领大家。我想，对老师跟学生都有很多的帮助。曾校长，您的意思是希望我来慈中当老师？那当然。可是现在都已经开学了，课程也安排好了，我现在来不太恰当吧？这个不是问题，只要曾老师答应，我会跟教务处立刻商量研究的。我想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好了，因为这跟我原本计划不太一样。您到花莲的时间还是3天2夜，只是您工作的场所由教发处改到校园里，这样对曾老师来说不是更亲切吗？距离这么远，担心有什么用？可见曾老师有多关心学生啊！对啊，距离那么远，紧张也没有用。如果我想发挥作用，就应该在最需要我、距离学生最近的地方才对啊。慈中？是啊，我跟曾校长谈了很久，他把课程大致都帮我排定了。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我会上几班国中部礼拜1到礼拜3的英文课，另外呢，再安排几堂高中部的英文近似语教学。英文近似语，你的点子还真多哎！这是新的课程吧？这是我原本就有的点子，所以我早就利用时间写了不少教案。我跟曾校长提了以后，他也觉得很棒，所以就开课啦。这次我回家要再把教案整理整理。才说不当老师了，结果转了一圈，你又当回老师了。哎呦，我也不知道会这样啊，就是这么巧，曾校长在教发处碰到了我。
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菩萨的安排。是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而且我是担任科任老师，不是导师，还有我的身份是教育志工，不算是正式的教师，所以不会像以前那么忙啦。希望如此。就是如此。曾校长知道我在花莲的时间有限，而且我也跟他表明过了，这一年我把自己定位在服务跟学习，而且我需要时间让自己成长跟沉淀，所以他很体谅。哦，对了，阿凯跟阿伟呢？他们啊，应该睡了吧？哦，那就不要叫他们。不过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还是要让他们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哦，尤其是玩电脑的时间不能超过规定的时间。你放心，我会盯着他们的。你也早点睡，晚安。晚安。轩，不瞒你说，我现在真的很怀疑我到底适不适合当老师哎。好，你好，为什么这么说？你不觉得吗？现在不止学生难教，连家长意见都好多哦，真奇怪啊！我爸我妈当老师那么久，怎么好像很容易样子？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时代不一样了吧。我呢，也是误打误撞当上老师的。老实说，我自己在求学阶段呢，也没有遇见几位我认为好的老师。我总觉得呢，老师都很现实，只对好学生好。可是你自己不就是好学生吗？我再怎么努力呀，也没有办法跟永远的好学生的姐姐相比。在学校呢，老师总喜欢把我们姐妹比来比去的，真的很生气。可是我觉得你已经很棒啦。谢谢。我啊，是在整个求学阶段都不得不去证明自己很努力，结果呢，研究所又考上跟我姐一样南部学校，所以我只好选择来台北念台师大研究所，就是不想再被比较。就这样啦，误打误撞当上老师了。原来如此，我啊不只是误打误撞，我还曾经抵死不从哎。这么严重？对啊，我考大学的时候就是不想要填跟教育相关的科系，跟我爸妈抗争老半天。结果啊，双方各让一步。我想说，意思填几个啊？没想到我竟然第一志愿考上师大，哎，我都没想到我会考这么好。哇，这个呢就是命中注定。什么命中注定？我看是造化弄人吧。好。哎，宇轩，你有听到消息吗？听说有个教联会资深老师要来这里当教育志工，哎。谁啊？好像姓曾，是英文老师，听说很有名哦。中立教联会就是他一手创立的，他还成立静思语教学工作坊啊，连小菩萨好画集跟大爱引航都是他编写的哦。那不就是慈济人喽？哇，你消息真灵通哎，该不会是专门来管我们的吧？慈济人怎样？你不是慈济的老师哦？我是在慈济中学当老师，不是当老师的慈济人。还分得真清楚哦，本来就不一样啊。好啦，不管是不是慈济人，我都希望真的可以来一个可以解救我的有经验的老师，只要能救我脱离苦海，就是我的救苦救难大菩萨，我就是被管也甘心啊。又怎么了？你有问题不是可以问你爸你妈？别提了，我爸我妈他们只会说都是我啊，不认真不用心，好像我天生就应该会当老师似的。可是我偏偏就是不会啊，你知道吗？现在我班上啊，家长意见分成2大派耶。从开学到现在，我就一直在中间沟通协调，弄得我一个头2个大。你的头再怎么大，也不会比邱国文老师来的大吧？那当然，谁像他那么幸运啊？才第1年正式教书就抽到天王。
板上的公式都抄好了吗？快点抄！为什么不在老师在写黑板的时候就抄呢？这样会浪费很多时间，你们知不知道？全部在讲房子。赵老师，有一件事情非常抱歉，没有时间跟你讲，就是你教英文的班级，希望你能够跟新进的老师多一点的互动，在教学技巧方面、带班技巧方面，能够多帮他们一点忙。没问题，我来这里本来就是来服务的。我曾经也是菜鸟老师，将心比心，我一定会尽量帮忙的。谢谢曾老师。其中这个国3善解班的同学，可能问题多了一点。从去年到现在，已经有好几位老师被他们气走了，包括这学期的英文老师。这样啊，这一点倒是让我有点意外，我还以为。你以为此中的学生会比较乖啊？这也许是第一时间的想法。我想大部分人会跟你有同样的想法，可能是因为我们是慈济所办的学校，家长会对我们有多一点的期许，把家里比较调皮、难以管教的孩子送到我们这里来改造。我了解，我会用平常心来面对这里的孩子。其实如果学生都很好教，哪还需要我们做老师的呢？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挑战，也是这份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我会特别跟国3善解班的邱老师交代一下，请他多多跟你讨教。讨教不敢当，只要是邱老师愿意，我会尽量把我的经验跟他分享。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et me down。于谦老师，你真的很有创意耶！你看，你居然还会用这首歌来诠释 "We love in heart, you will be loved by others" 这句近似语。这首歌的歌词是在讲人对人之间的爱心跟帮助，就好像是一座跨越在恶水上的桥梁，在苦难中可以把人跟人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很适合来提醒人们心中要有爱啊。玉珍老师，你真的很厉害耶！你想到的我都没有想到。亚萍，你想不到很正常啊。这首歌对我跟翠芳来说，都已经是一首老掉牙的英文歌了。你比我们小那么多，当然会更陌生啊。不过，这首歌也真的传唱了好几十年，当然有它感动人的地方哦。With love in heart, you will be loved by others。心中有爱，就会人见人爱。学近似语也可以顺便学英文，真的很棒哎！我想等我陆陆续续把每一则英文的近似语 PowerPoint 做好之后，英文都会变得很棒。这也是因为是词中，才能让我去上这种课程啊。于谦老师，你可不要因为词中而忘了我们哦。忘了你们？怎么会？我每个礼拜都还是会来中立教联会报道啊。而且我是去当教育志工，又不是正式的老师，时间也才1年。1年的时间很快，咻几类就过去啊！我很快就会再回来烦你们的。When you are worried,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 I will dry them all. I'm on your side. Oh, when times get through and friends just can't be found,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et me down. 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me down。老公，老婆，要不要我拿吉他帮你伴奏啊？不用啦，又不是登台演唱。
不是登台演唱，你还唱得这么认真？当然啊，明天是我在词中的第一堂英文近思语课，当然要充分准备啊。我就知道，你一开始又是目标100分。哦，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得很有感情，这样学生们才能够从中体会那种互助之爱的可贵嘛。我懂，可是现在已经很晚了耶，而且里面又是一大早的飞机，该睡了。好了，再唱一遍就进去。好了，那我陪你。好啊。来，噔噔噔。When you're weary, feeling small, when tears are in your eyes。同恩妈妈，这样好不好？我们约个时间当面谈嘛，这样电话往返很耗费时间呢。啊，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跟你讲话浪费时间，我是觉得见面讲可能会比较有效率一点。你误会我的意思了。啊，家长有意见当然可以表达啊，我怎么会拒绝沟通呢？同恩妈妈。我自己有课要上啊。啊，没关系，来，我帮你剪，没事。你要上课啊？我刚才跟家长通电话，一时耽误时间了，谢谢啊。不会，慢慢走，没差这几分钟。谢谢你，不好意思哦。哦，他还真像是阵龙卷风啊！曾老师，不好意思哦，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问你那么多问题。其实啊，开学以来我觉得越来越挫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学生们都在看我到底能够撑多久。他们怎么看、怎么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我问你，你有给自己设下一个放弃或是认输的时间表吗？我当然没有啊。这就对啦，既然没有，那你根本不用在乎学生怎么看你。重点是，你想怎么做？你想带什么给学生？曾老师，其实我开始当导师以后啊，我真的发觉理论和实际差距真的好大哦。在被分到善解班的时候啊，我还不知道词中有个善解班魔咒呢。等一下，善解班魔咒什么意思啊？这个啊，其实也是我来了以后才听其他学生跟老师说的。他们说词中的善解班问题总是特别多，不是老师教不下去，就是学生啊常常都转走。所以啊，他们都说善解班其实就是解散班。原来这就是善解班魔咒，还真有意思。可是既然是魔咒，就一定会有破解的方法啊。对，我只是希望曾老师啊，把这个破解的方法传授给我。曾老师，教书跟教学生都是有原则、有理念，但是没有固定公式可以循的。我觉得，在没有认识你们班学生，还有确切了解实际状况之前，我也不晓得我会用什么方法改变他们耶。不过我可以说的是，你现在碰到的难题，其实正是教育的常态。常态？是啊，从事教育的人，谁不是在突破逆境当中成长？就像你得到一块田或是一块土地，土里有很多石头，又很贫瘠缺水，你怎么办？你还是要设法种出农作物来啊！这不是我今天撞到的那一位？难道他们还在讲？怎么有这么多话好讲？轩，
跟邱国文老师讲话那个是不是？我说就是你说的那位曾老师啊，校长特地来介绍过了。被我猜中了，他的位置就在你旁边，以后呢有什么难题，你就可以直接找他了。一开学，我就被这个班的脏乱给吓到了。资深哪一个？为什么上一节黑板还没擦？擦掉啊！怀疑啊！站起来！我从来没想到我要带的班级是这个样子。我教过比这更脏乱的班级，正所谓环境乱，心也乱，这两者互为因果。脏乱的教室跟学习环境，要学生专心念书啊，是难上加难。那曾老师你是怎么处理的啊？你可以从改变教室的环境开始。这样好了，放学之后我回宿舍拿资料给你看，等你看过我教过班级的 before and after， 你就知道可以怎么做了。谢谢。曾老师，我们班上有几个学生比较特别，像这个，他是周雅迪。雅迪是2年级下学期从澳洲回台湾的小留学生，他是班上英文程度最好的一个。可是包括英文课在内，他什么课都不听，连英文考试也交白卷，每天臭着一张脸，好像全世界都跟他有仇一样。我想雅迪他应该是用这种抗拒学习的态度在表达他的不满。可是他的不满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应该跟他回台湾有点关系。还有这个，这个廖雅文呢，他是辅导室专案辅导的学生，他平常上课常常迟到，在学校呢对老师啊同学讲话都很直接。家里面呢只有一个年迈的阿嬷和一个无所事事的小舅，所以他的家庭功能其实是不太健全的。你们俩挡到我的路了！你怎么这样讲话？你快说借过我啊！我不想说。类似这样的女孩我也碰过，搞不好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个叫做杜凡康，他又是另外一种典型了。他几乎都不跟人说话，好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唯一感兴趣的事情只有昆虫而已。我发现他几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昆虫上，不喜欢与人相处，也不愿意与人沟通。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有轻微的自闭症。还我！怎么能养这个东西？还我！什么话？还我！这不能养，违反规定的嘛！还我了！行了，你不要，你不要！你干什么？不要了！走开！走开！这个东西检查干什么？我尝试过好多次了，但是樊康就是不肯跟我说他心里的话。你现在担心都是正常的，可是还是要保持信心啊。学生本来就是带着个人还有家庭的问题来到这里的，也就是因为他们是学生，所以生命仍然有很大的弹性、韧性跟可塑性。我们当老师最可贵的，就是可以跟着学生一起成长，困难越多，成长也就越多。你一定可以办得到的。谢谢曾老师的鼓励，我会努力做到的。加油！ Before, after， 原来可以这样做啊！今天在和邱老师的交谈过程中，我一直想到以前的自己，和我教过的学生。
脏乱不堪的教室，我也见识过。通通站着不准动！现在全班大扫除，教室不打扫干净，我就不上课。那个时候的我，是标准的令学生又爱又怕吧。也许怕的成分比爱要多一点。还有，在考卷上发泄情绪的学生。老师一定要订正5次吗？陈彦伟，请你订正考卷5次。以及叛逆行为脱序，但令人心疼的女孩。你摔跤啦？还有哪里受伤？让我看一下嘛。也许是巧合，也许真的如同我对邱老师说的，他所遇到的学生跟状况，都是教育界的常态。无论如何，我都希望能协助邱老师，给这些孩子更多及时的帮助跟辅导，就像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喂，老公。我已经搬进慈中的宿舍啦。好，一切都很好。这音乐好熟啊！有班级在上音乐课吗？可是音乐教室不在这儿啊。原来曾老师是用这种方式教英文近似语啊。这首歌的歌词并不难，有没有同学愿意为我们翻译？这样好了，我们用接力的方式，一人翻译1句。有谁要先开始？请举手。很多人哎，可是王明最快。王明，请说。当你觉得虚弱渺小，当你的泪水涌上眼睛，我会为你擦干。这不是我那个时代的歌。Like a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I will lay down. 在这节课上课之前，老师要跟你们宣布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们将会来一位新的英文老师。要换老师了。这位老师姓曾，教学经验非常的丰富，希望你们可以好好跟他相处，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学到更多。第2件事情是老师决定改善我们的教室环境，这件事情呢需要各位同学的帮忙，所以这个假日我会带各位同学去逛大卖场买东西，顺便带你们用餐。老师，你的意思是说要带我们去花莲市区逛街吗？可以这么说，但是事实上呢是买东西、吃东西、采购，然后回教室整理环境。听起来不错哎，我要参加。我要。还有我。我要。好，想参加的同学呢，星期天上午9点钟在教室集合，我们9点10分出发，逾时不候。都9点了，怎么没人来啊？老师好。好，同学，那我们差不多了吧？好，都吃完了吧？好，
那我们走了。老师，我们做的那么辛苦，那些没来的人礼拜一就开始享受，这样不公平啦。可是你们刚刚不是已经先享受过了吗？可是现在把刚刚吃的热量都消耗光了啊。那这样好了，如果等一下老师验收成果满意的话，我可以考虑让你们下个礼拜不要参加打扫，只负责检查的工作来奖励你们，好不好？老师，你说的哦。怀疑啊，还不赶快动作？好。这个来念出来哦。真的吗？太好了，那就是说下星期的第一堂英文课，我就可以在一间焕然一新的教室上课喽。邱老师，你不用谢我，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成果啊。正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我相信学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受到影响的。你今天一定很累了，早点休息，我们学校见。拜拜。哎，你都还没有机会跟曾老师说话吧？是啊，我本来也就没有什么想跟曾老师说的，而且你没发现，曾老师的时间几乎都被邱老师占满了。说的也是，曾老师一出现啊，邱老师就好像看到救星一样哎。就是说啊，我跟你讲，振奋，你看，那边是有个人啊。你在上面干什么？那里很危险，赶快下来！振奋，我想我可以很确定他是邱博文老师班上的学生。我在这边等，你赶快回去通知邱博文老师。好。邱老师，邱老师，邱老师，你们班的学生爬到学校的屋顶上了。反抗！杜凡克，你在干什么？不要吓他。反抗！上面有什么好看的？你不怕吗？邱老师，老师从旁边天梯爬上去的。你继续跟他讲话，我上去。好。反抗！你到底在看什么啊？你看到什么啊？我什么都看不到。我今天让眼睛休息，没戴隐形眼镜呢。邱老师已经爬上去，你继续讲。反抗！你在看星星吗？夏季的星空最美喽，有大熊星座、小熊星座，你会找吗？小熊星座有7颗星，大熊星座也有7颗星。你知道怎么样找到北极星吗？找到北极星就可以定出正北方哦。他有反应了，多说一些。你注意看哦，将北斗七星斗朝前面的2颗星连起来，往勺口的方向延伸大概5倍，就是北极星的位置。继续说啊！你找到北极星了吗？还有夏季大三角。好，跟我下去。起来，慢一点。走。怎么样？你没事吧？还好吗？到底为什么爬上去？看星星啊！我先带他回宿舍。今天谢谢你们啊，走。没事。好了，让一下。哎，对啊。好了，回宿舍了。刚才真的吓得我一身冷汗呢。我才被你捏得痛死嘞！什么啊？你看。真的对不起。哎，我刚才一时紧张，不然我回宿舍帮你揉揉。不用了，学生平安就好了。我现在啊，只想赶快回去洗澡跟睡觉。哎，江宇轩，你不是没戴眼镜吗？怎么看到天上的星座啊？你忘了啊？
我除了教公民，也教童军啊。那些星座，我连闭着眼睛都会背。痛啊！哎呦啊！杜范康的情绪现在怎么样？目前来说还算是稳定。樊康说他只是想要距离天空近一点看星星，而且他喜欢一个人安静，总觉得室友太吵。你跟室友谈过没有？有，我也有请社爸多注意一点，希望他们可以尽量对他友善。那家长那方面呢？他爸爸目前在大陆做生意，我请他阿嬷转告了，等他爸爸回来台湾的时候来学校看他。至于他妈妈呢，阿嬷是说早就没有联络了。这个孩子是有点孤僻，我想他需要比较多的关怀跟辅导。关于这一点呢，我想曾老师可以提供很多的协助。是，我有跟曾老师报告过学生的情况了。今天是曾老师在我们班上的第一堂英文课。曾老师说呢，他会好好的观察学生，在适当的时机采取适当的做法。他说他应该会从周雅迪开始下手。下手？蛮好的，只要他有信心，我就放心了。曾老师说啊，雅迪的行为影响其他同学最大也最明显，所以必须优先处理，先压住她的气势。雅文是女孩，需要比较迂回也更细腻的接近方式，而樊康需要先默默的观察，长期给予辅导，找出她深层的心理问题。各位同学，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们的英文老师。以前英文老师的规定，请你们统统都忘掉。在我带的英文课，每一个人都要准备3本本子，1本笔记本，1本作业本，还有1本考试本。下课我一定会收笔记，笔记也要算平时成绩。此外，在上课的时候也一定会检查作业。还有，每一堂英文课上课钟一响，请大家立刻进教室，念出指定的课文范围，否则我就不进来上课。这样听清楚了吗？大声一点！清楚了。很好，谢谢你们的配合。你们班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有全词中最漂亮、最特别的教室。再说英文学不好，就太对不起自己喽。对于刚刚宣布的事项，有意见或是有个人因素无法做到的人，请下课的时候来找我。好，既然你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超过课本那么多，当然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听课。我可以答应你，让你在课堂上自修其他的科目，可是考试还是要考。如果考试未达应有的标准，你就没有理由不听课喽。Sure。那就这么说定了。希望你尊重自己的选择，也尊重其他同学上课的权益，不要影响到别人。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我给了雅迪方便，其实我很清楚，过没有多久他就会出状况的。你就这么有把握？当然，因为你不是说他在上你的课或是其他老师课的时候不专心听课，或是偷看英文小说，所以啊，我有什么理由相信他会在我英文课的时候专心自习呢？在关系代名词里面，我们用这个手势来代表介系词。为什么用这个呢？因为它是介这个字的2撇嘛，对不对？这样大家就比较好记忆。好，这个是关系代名词。那黑板上这几个例句，请各位同学先抄起来，想一下，空格当中可以填上什么关系代名词，还是可以省略。看什么啦？周雅迪，你眼里没有其他同学了吗？已经第2个礼拜了，
我让你在英文课自习其他的科目是对你的尊重。可是你有专心自习吗？你总是不断发出声音干扰其他同学上课。你有没有想过，凭什么想专心听课的同学要受到你这种干扰？你教的英文我都会，不然你要我怎样啊 Really? Okay. Show me how good you are. 是就是啊，谁怕你啊 Just speak English. Aren't you so great? Okay, I will. Who the hell do you think you are? You can tell me nothing. I don't even listen to my homeroom teacher. Why should I listen to you? Who I am? I'm your teacher. As long as you sit in this classroom, you have to listen to me. Teacher? So what if you're my teacher? I don't care. Then so what? You can speak some English. Yeah? It's because I already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That's why I don't need to waste my time here in this class. It's not because you can speak English smoothly. 曾老师对雅迪终于出手了。原来是吗？我这个狐狸还真的是挺大的。Why are you on my back all the time? 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speak some English or you're amazing? 2-year-old kids who are born in America can speak English when they are the same age as you now. Their English is definitely much better than yours. That's right. And they're better than you too. Yeah, that's for sure. And I admit it. So that's why I never stop learning. And I never self-satisfied. I'm not like you, who just wants to stay in Australia for several years and think that I am the top of the world. So, I'm much better than any of these students in class. You know what? You are a frog in a well. All you can do is to compare with the people around you. Do you really feel satisfied with that? The saddest part is, English is your second language. Sorry for the delay. Next time, we'll make up the missed lesson. 很抱歉，耽误了想上课同学的时间。下一次，我会把时间给补回来。下课。看什么看啊？曾老师，是雅迪他把你气坏了。你听见了？你们那么大声，我想全校都听见了吧？你也听见了？哎呦，真不好意思哎，难怪我会这么口渴。那还好吗？你别担心，这只是策略应用，也是辅导雅迪过程中一定会经过的阵痛。我今天只是要告诉他，我不是他那种随便想怎样就怎样的老师。当雅迪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想他那种傲慢的态度应该会被削弱一点了。有道理。今天只是第一回合，后面还是得根据雅迪的反应随时调整因应措施。毕竟要了解或是改变一个孩子，绝对不是1天2天的事。哎，你们有没有听到曾老师刚刚用英文骂学生？至于雅迪，他爸妈也婉拒我去家里拜访，只说要来学校找我，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没看到人。如果你自认个性急、讲话冲，不妨试试看，用联络簿作为沟通的管道。联络簿效果也不错哦。而且那2位还是教联会资深的老师呢。我当下就觉得你们慈济人真虚伪。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听你说曾老师是教联会的老师，我就……你怎么对妈妈说话这么没有礼貌？向妈妈道歉。这关你什么事啊？你今天要是不跟你妈妈道歉，你就别想离开。你好，我是周雅迪的导师邱博文。这个老师这么有原则，
我相信他可以教你一些做人的道理，教你是非对错。是非对错，那应该是你去啊，看看他会不会教你什么叫做诚实啦。不要叫我再去当骗子。廖雅文没有跟妈妈一起住，我想这一方面我可以多做一些。你昨天已经耽误了大家一堂课，难道今天还要继续这样，让大家都不能上课？